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出席的长官，有我们一样是张部长王国才部长亲自主持。那出席的还有我们的黄执秘，然后我们路政司的胡迪熙胡检正，还有我们路政司的赵庆伟科长。那等一下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请黄执秘为我们说明一下1到7月的交通安全的一些数据，谢谢。可以了，好，执秘请。部长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现在是由大安会针对111年1到7月的道交安全的最新的统计数字，跟各位做报告。那今天的报告的大纲就请各位做参阅。那首先就是针对整个事故统计分析的资料来做个说明。今年1到7月，不管是事故总件数、30日死亡人数或受伤人数，都比去年同期来的增加。那30日死亡人数是增加了43人。就县市比来讲，30日死亡人数前5名大概都是直辖市直辖市。那如果说以人口每10万人死亡人数大部分还是属于比较是说偏乡的一个县市。首先我先用这张图来跟各位媒体朋友来说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到110年的6到8月，它的是近年跟108、109来比的话，都是近年比较低的一个月份。那我们来看111年5月、6月、7月这些事实上它是呈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下降趋势跟其他年度来比它也是不是最高的不是说在这种2种情况之下，就可以看到说1到7月跟去年同期比的话是有一个增加这样一个趋势存在。那我们现在看各县市跟自己比的话30日死亡人数跟去年同期比较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年1到7月增幅比较大的分别是彰化新北高雄屏东跟新竹县。那这5个县市事实上加起来，它增加的人数就达了118人118人。那如果说我们从每个月各县这5个县市的那个每个月的趋势来看，从这个5个县市我们可以看得到高雄屏东还有新北事实上他们在前面今年的1到3月事实上是比去年来的低但是从4月开始就比去年的同业来得高大致上有这样一个现象。那我们现在看这5个县市，就针对它的年龄别还有车种别跟它发生事故的态样，甚至或者它的主要噪音做一个分析。我们看彰化县，它在年龄层的话主要是发生在以25岁到64岁的成年人增加了15个。那高龄者的话增加了14位。那车种的话，彰化是以机车为主主要的增加有33人那行人的话是增加了8人。那这事故形态也在彰化主要还是发生在路口交叉上总共有8人。那主要的噪音的话，就是未依规定让车以这样一个噪音大概增加了12位。那我们来看新北市刚才也有跟各位做说明新北市事实上在今年1到2月它是比那个110年来的低但是到了从4月开始，它就有逐渐的一个上升。那在新北市的话，它的主要发生的年龄层同样的也是以成年人为主，增加了11人。那另外高龄者增加了28人。那主要的车种是在机车增加了21位。那在行人的话增加了7位。那在那个事故形态它比较的是以那个追撞为主，总共有12人。那主要的噪音的话，就是违反的号志的管制总共增加了5人。
那我们来看高雄市高雄市它的发生的年龄层主要是18到24岁的年轻人增加了7位同样的他们高龄者也是主要的一个增加的一个族群，总共增加了18位。那在车种别的话机车增加了7位，那行人的话就增加了5位。那这时候在碰撞形态它是以对同向擦撞增加了9人9人。那主要的噪音的话，就是未依规定让车增加了6人。那在新竹县的话，它的主要的发生的年龄族群是在成年人增加了12位。那主要的车种还是以机车增加了13人。至于说形状碰撞的形态的话，是以路口交叉撞增加4人会比较多。那至于另外还有就是自撞增加了3人。在屏东部分它主要也是以年龄族群年轻族群为主增加了6人。那成年人的部分增加了14人。那在机车的部分增加了10人，还有一种它最主要有自行车增加了5人。那主要的事故类型以自撞为主增加了10位。那噪音的部分是以未依规定让车增加了6位。我们现在来看整个今年1到7月基劳9跟去年同期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到机车事故死亡增加了108人108人，也就是今年1到7月主要的增幅的主要来源来自于机车事故。那自己的高龄者死亡的话跟去年同期比是增加了20人。酒驾的死亡是减少了21人。我想酒驾死亡在各单位的努力之下，一直都是呈现这种下降的一个趋势。我们刚刚讲说机车增加了108人，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不同的年龄族群中，到底它的增幅的情况是如何。我们看17岁以下的机车骑士减少了5人。那在年轻族群就18到24岁总共增加了17位。那成年人的话增加了53位。那高龄者部分是增加了43。但是如果说就各个年龄层的人口来看，发现就是说是年轻族群跟高龄者这个部分，还是会比较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好，我们现在看机车各个县市跟去年同期比，我们可以看到增幅比较大的还是就是彰化、新北新竹县、桃园跟新竹市。那这样统计这5个县市，事实上就整个机车死亡的增幅就达到了89位。那高龄者部分我们发现说增幅比较大的是主要是新北、高雄、彰化跟台中跟桃园这个5个县市，今年1到7月跟去年同期比它的增加的幅度增加了67人。那我们看酒驾，刚刚我们有跟各位报告说，酒驾事实上全国都是有降幅的。那我们但是还有一些县市是有增加。那增加比较大的是有台东新北国道、新竹县跟新竹市这样加起来增加了20来位，尤其是台中增加14位。好，我们刚刚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今年这次我们看到就是说机车死亡是增加了占了极大的部分。那我们就是跟各位报告说，在机车部分我们会有哪些的经济作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行政院正在推动21项的一个经济，其中有几项是跟机车的一个管理是有关的比如说在路口工程的改善路口工程改善前年要准备是要改善1322处。那到了目前为止，9月23日不管是公路总局或是内政部营建署督导的这样一个案子，目前已经完成了784处，已经有超过我们预期的那个进度。工总的负责部分它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得到各个县市它在改善前跟改善后，就每个月的平均的事故的
件数都是有下降的有下降的。那营建署的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333处到8月底为止，就是整年的一个改善的件数，跟去年相较的话，就改善前后它的降幅是达到37%。那公车进校园最主要说，希望透过公车进校园这样一个案子，希望能够学生尽量的搭大众运输可以减少骑机车的这样一个风险。我们在今年年初经过调查，已经有24校需要进行公车进校园的改善。那经过改善以后，我们统计从111年的4月到8月，它每1000人学生骑机车死伤的人数是降幅了8.28。如果说我们单纯看今年8月的话，降幅达了40.96%。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持续在办理的，所以111年第一学年度，也就是从今年8月开始，教育部透过教育部去进行调查。那目前是有66所学校有提出这个需求，而公路总局也根据这个需求，在这个月的23号已经有召会大家来讨论。那希望是说在10月份，看可不可以针对这个66校，看哪些学校是真的确有那个要改善的需求，各相关单位就会按照这个需求来进行相关方案的研拟。推广机车驾训对机车安全是蛮重要的一个措施。我想从108年一直到现在那今年我们到9月26号已经有22400多位的这个机车骑士来透过这样一个驾训来取得驾照。那同时今年也特别透过教育部来媒合高中职跟大专院校。那目前已经有媒合了116所学校，有175位的这样的议题来参训。那目前已经有438人已经完训。那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统计说，有受训跟没有受训，到底他对那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力有没有去改善？我们可以统计的看出来，就是说从108年14月一直到今年的8月，我们发现就是说在违规率的话是有降低10.6%，那也就是说违规的风险降低了62%，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不错。当然我们也需要透过执法来导正我们一些用路人的一个错误的行为。比如警政署就今年在路口科技执法上增加了很多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工程。那依据是改善265，到现在目前已经改了259处。那9月底应当是全部可以改善完成。那非付签的测速这个工作也已经完成，已经全部恢复了。我们从目前恢复以来的数据来看，它的死伤人数减少了55人。当然我们还是要透过一些主题式的一个宣导跟执法，来让全国的民众可以更了解一些重要的交通应有的认知。比如说我们第3季主要是 focus 在安全驾驶，希望我们大家不超车不逼车不无照，让大家能够来了解。我想大家也很关切外送员的安全管理这个工作。事实上，不管是劳动部或是我们交通部，在合理的一个派单第3责任险跟教育训练，还有联合稽查，都有按照相关进度跟时程来推动。我们根据相关的资料可以看得到，就是今年7月跟去年7月事故件数的发生率来看的话，我们发现说外送员的事故率在上线时间的事故率是有减少了0.3%。
那如果说外送员跟一般人，当然还是高了一点，不过那个差距是有在缩小。除了前面几项是在21项精进作为目前正在推动的一个工作以外，那目前我们相关单位也针对机车这种管理提出了几项精进的作为。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看看在目前的机车的驾驶训练或是驾照管理上是不是还有可以精进的一个地方像公路总局目前正在进行这项的工作。第二个，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现在非号志化路口这个安全是需要大家去重视的去重视的。那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希望各县市各相关单位先去盘点他们辖下到底有哪些事故率比较高的非号志化路口，然后进而接下来就是说这些非号志化路口怎么样去明确区分支干道跟它的相关的一个视距相关的视距。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改善，当然执法还是要并行就是说怎么样来强化非号志化路口的执法。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是要透过宣导，让我们全国民众当你行经非号志化路口的时候，应当要有哪些优先路权的一个观念。那第三个部分，我们知道很多机车是在偏乡有高龄长辈大家来骑乘我们也是很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减少这样骑？但是要减少骑乘，就是你有要它的替代运具。那目前我想各单位各县政府和工总都在积极推动所谓幸福巴士跟幸福小黄。那我们希望说这样一个营运模式可以更符合高龄者的需求。如果可以符合高龄的需求的话，它就可以减少他骑乘机车来降低风险那我们主要的做法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符合需求，所谓 EA 式的一个模式。那第四个当然就刚讲高龄者还是希望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当然我们现在是透过陆老师在关怀中心或是说这个祭典或乐龄中心或相关的单位去进行宣导，但我们很希望说让这样一个宣导的广度跟深度，甚至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一个受众的一个目标族群。所以我们未来想透过就宣导社区化的这样一个模式，让那个高龄者的交通安全宣导可以更普及。当然，年轻族群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对象。那我们未来可能可以透过学校来加强校园的机车安全的一个宣导。我想今年部长特别非常重视各县市道安的改善工作，所以我们今年启动的就是说，只要各县市它的道安的绩效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希望透过道安提升行动小组这样的做法，透过一些专家学者到该县市是给予辅导。那这次我们是有所以高雄市在7月份，他们本身看到它的一个那个死亡事故的件数有上升的趋势，所以他们就主动说希望说中央这边也可以给他一个协助跟辅导，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那个辅导小组。那这次辅导小组主要是由成大的陈进甫教授来担任召集人，那也透过七人中心这高屏澎的七人中心的李明忠副教授担任副召集人，经过他们的一个研议高雄市它主要的防治重点是放在高龄者、大型车跟自撞。那目前他也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首先，在高龄者宣导部分，他们提出了所谓的10大创新的一个宣导通路比如说透过重点电台来宣导高龄者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那他也针对就是说刚刚讲的偏乡地区的幸福小黄或幸福公车怎么样来调整，更符合民众的需求，所以它有所谓的幸福小黄2.0用预约的方式来满足偏乡高龄者新的需求。那在年轻人部分呢，他高雄市的副市长有建议说，他们辖区有些大专院校可能一些事故件数会比较高的学校，就由副市长率领相关的同仁到学校去拜访校长，
或是跟学校相关人员大家来座谈，来提出一些因应的作为。那我们也发现高雄市的侧撞跟自撞是比较多，所以高雄市政府就一个研议说，在年底前由高雄市的交通局局长到他前线的有50处的易肇事路段去做会勘在年底前他们会完成会勘的工作当然科技执法很重要所以高雄市目前有26处的科技执法目前正在建，9月底会完成，后续会陆陆续续的来上线来执法。在县市首长主持大安会情形我们22个县市从这张8月份除了基隆市市长因为有重要的公务，云林的县长因为得到确诊来隔离，那花莲县长因为参加农渔的一个记者会没有亲自出席基本上其他的县市都是由首长来亲自主持至于说1到8月各首长的主持大安会上，就请各位来参考。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进行道案小撇步。今天我们是请到路政司赵进伟科长跟大家来分享行经无号志化路口谁让谁这样一个课题。部长执秘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各位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由路政司来跟大家分享行经无号志路口谁让谁的道案小撇步。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开车的时候行进到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那要转弯或是行进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依照这个号志或者是依照交通人员的指挥，然后来行驶那如果当我们开车或是骑机车的时候，开到了这个一个无号志的路口，或者是号志故障而没有交通人员指挥的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行车呢？谁应该优先通行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温习一下这个在无号志路口时候的一些行车路权的观念。那我们今天以下简报是择录自我们交通部公路总局完成的一份驾驶人手册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那大家如果对于相关路权观念呢，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呢，都可以上我们交通部公路总局网站下载这样子的驾驶人手册来了解更多的资讯。首先，我们跟大家报告，所谓无号志路口的话分成2种。第一类的话是所谓有划分干支道的路口，就像是左边这个图所示的，还有划分停让的这个设置标志，这是个有划设干支道的路口。第二类的话呢是所谓的没有划分干支道的路口，像右边这个图所示。首先，如果是行经在有划设干支道跟的路口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行车呢？首先，的行车路权的规定呢，就是支线道车要让干线道车来先行，支线道车要让干线道车先行，支线道车要让干线道车先行。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讲3次。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是行驶在支线道车还是干线道车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依照这个路口的相关的标线号志，然后来判断当我们路口它有设置的所谓的让路线，或者是有划设停的标志，或是设置了这个让路的标志，或是停车再开标志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现在车子是行驶在所谓的支线道车上面。或者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路口是设置了一个闪光红灯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是行驶在支线道上面。这时候我们是支线道车，我们就必须让干线道车然后来优先来做行驶。所以我们在这样子有划设干支道的交叉路口的时候呢，无论你的这个两车的行进方向为何呢，支线道车都要让干线道车来做先行那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路口，就是应该先判断我们是干线道或是支线道的关系，而不是转弯车跟自行车的关系。那这边也跟大家来温习跟复习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次，我们在这个所谓没有划设干支道的交叉路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行进呢？那就依照下面3个原则。首先，少线道车要暂停让多线道车先行，少线道车让多线道车来先行。那这边的所谓的多线道车呢，车道数的计算呢是以进入路口的车道数来计算，这包含了左转车道、右转车道、调拨车道等等。
那如果是当你们的车道数是相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依照它的行驶方向，然后来判断。啊，所以转弯车要暂停，让直行车先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那如果说这个路口的时候又看到是大家都是直行车，或是大家都是转弯车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依照相对位置，左方车要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以上，这是我们会有3个图例的方法来介绍这样子的一个行驶路权的规定。首先就是说，在这个没有画设干支道的路口少线道车要暂停，让多线道车先行所以东西向的蓝色车子它是少线道车，所以它让多线道上面的蓝色车子跟橘色车子优先通行。其次，那车道数相同的时候呢，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先行；车道数相同的时候呢，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先行。第三，那如果是车道数相同，然后又同时直行车或转弯车的时候呢，就要看相对位置，所以左方车要让右方车来先行。所以橘色的车子它是绿色车子的左方车所以说绿色的车子它是可以优先通行那转弯车的时候呢，一样，橘色车子是绿色车子的左方车，所以绿色车子它是右方车，它可以优先通行。好，以上大概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无号志路口的障碍小配合了那我们就当会为了宣传在无号志路口的观念，我们大概定期有做相关的懒人包，还有影片就透过我们交通部交通安全熊平安的网页，跟相关LINE群组来做分享那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在我们的熊平安的网页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让它来温习这样子的一个无号志路口的行驶路权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无号志路口的一个路权观念所以无号志路口依规定停让，多多注意安全有保障。好的，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障碍小配包，谢谢。好，我们谢谢赵科长。那我们接下来是媒体的提问时间，那我们会先请我们长官坐到台上。隔板。他的层。忘记了。对，赵科迷住。赵科迷住。帅气的名字。可以请开一下灯，开灯。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针对今天的道安记者会要做几点的说明那在1到7页，我们的增加是3位的这个死亡那刚刚我们这边有报告过，6、7、8在去年比较低了所以相对这个每个月来比起来的话就会变成会增加，但是我们觉得这不是理由我们必须在持续的努力那在去年是在后面的10、11、12是特别的高那我最近也跟包括地方政府的这些首长还有包括他们的交通局的局长也特别讨论到，中央跟地方要继续努力在后续的，尤其现在开始10、11、12最后一季的努力大家必须在全力以赴那当1到7页那个道路表现比较差的就是它的事故增加最多的第一个是彰化县增加36位，那第二个是新北市增加35位，高雄市是增加21位，新竹县增加13位，屏东县增加13位那这5个县市事实上它的刚才把它加起来是总共是118位了也就是说他们因为整个死亡增加让我们整个道安的数字刚刚整体来讲就整个大幅的增加那表现最好的是苗栗县它比去年少了21位，台北市比去年少了20位，那宜兰少14位，台中市少10位，那我们的国道客运它单独算也少了10位那我们很谢谢这些县市在道安上面的这个努力。那我们针对整个道安在过去我们道安委员会开会，地方开道安汇报里面的联系都透过我们
这个包括执秘跟他们沟通哈。那我们今年哈，就是组成道安提升行动小组，针对在这个期间啊，整个道安有恶化的时候，我们就组专家学者下去辅导哈。那目前包括辅导过宜兰市、新北市、屏东县、台东县、彰化县、高雄市跟新竹县。那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说整个道安恶化比较多的5个县市，我们都去辅导了哈，也提供了这个我们的学者专家跟他们的地方的这些各个局处也做了很多的讨论，也提出很多方案哈，他们也在这个进行改善中哈。那其中彰化县哈，我们发觉它的机车的问题啊，死亡特别多。那新北是包括高龄者跟机车，这个死亡也比较多。那高雄市也是在高龄者哈，然后这个包括新竹县啊，新竹县是机车，那屏东县是机车，另外一个是自撞啊，就自己开这个骑车啊，不开车哈，去这个自撞死亡的哈。所以我们也针对他们也提供很多的相关的建议哈。那各县市政府也表达他们包括首长他们都很重视的课题，也都全力以赴。那传统谈基老酒3大这种道安里面比较严重的哈，在机车死亡哈，1到7月比去年增加了108位，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加哈。那高龄者死亡是增加20位，酒驾这个减少了21位，所以酒驾事实上在过去包括我们的立法的改善，还有取缔就这个代驾等等的事实上有一定的一个功能。那现在的重点就是包括我们机车，还有包括我们高龄者死亡的这个部分。那在整个机车，我们先谈机车增加最多是彰化。增加33位，新北增加21位，新竹县增加13位，桃园增加11位，新竹市增加11位。那针对机车，我们事实上在过去包括我们驾训班的补助就是我们觉得整个肇事率是有经过驾训是它整个的这个肇事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对于所谓驾训的补助名额也在增加。那另外我也请工总针对第一个这个年轻的考照的问题就机车考照，另外还有一个是高龄者这个他的驾照的这个管理这部分我也请这个工总这边再提出有没有一个方案来这个让我们的这一个整个机车能够更安全那另外刚才谈到外送员这个部分，我们跟劳动部也做过很多合作所以我们制定了相关的指引包括公司的查核包括那个排班有没有或是抢单这些的预防等等那另外就是公车进校园也是我们跟教育部合作算比较成功的有很多就是放弃他的机车也开始这个搭我们的公车那另外就是过去机车署谈到的路权合理的放宽这部分我也跟各县市也做过一些交流了就说过去基于机车主的安全做了很多的路权的限制如果在整个如果这些限制反而造成它的比如说这个混合车流更严重比如说都在外侧车道这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我想这部分跟各县市政府也有共识，都在做一些改善那高龄者的部分死亡增加最多是新北包括高雄、彰化、台中跟桃园那我们过去对高龄者他的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是他很容易受伤害所以我们除了对于路口的改善比如说庇护岛在中间有庇护岛，他通过路口的时候，让他这个因为行动比较慢有一个地方可以停等包括我们陆老师每一年都有陆老师的受证，大家也看到，陆老师也到各地都去做讲，这个讲对他们实施安全的这些讲习那另外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也请工总特别去这个
特别加强，就是幸福巴士跟幸福小黄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偏乡哈，这个高龄者他没有替代的交通工具，所以他出去访友、骑机车，然后自撞而死亡也很多哈，所以我们觉得偏乡的幸福巴士跟小黄的提供，也是算政府应该办理的一个事项哈。这部分在目前幸福小黄这个大概160条哈，我也请工总持续只要地方的这个需要哈，那我们希望说整个这个幸福巴士跟幸福小黄持续增加哈。那最后一点哈，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在我们大安委员会也常常就是表现比较有问题的县市，就请他在我们大安委员会、交通部的大安委员会在做简报，然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在大安改革上面的经费的需求哈，所以这一次我特别跟我们的执秘谈哈，在我们今年的11月准备审明年112年的这个大安改善的经费哈，我们会做一些补助哈。那这部分我们要求哈，各县市要提出一个整体交通安全改善计划，也就是说，各县市一定要把你自己大安哪些问题、哪些改善是有效的，你要先提出来。那我也请我们大安委员会的委员当这个评审了哈。如果他们谈到的这个部分是的确对于地方的大安有改善的，我们交通部会全尽力哈，全力给予这个补贴哈，跟补助这个相关的一个经费哈。那另外就是整个这次的大安汇报主持的情形是花莲、云林跟基隆市的哈，3个没有参加。也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那首长主持跟大安有什么关系？大家可以知道，一个地方的大安汇报，它是除了交通、公务啊，还包括了警察、教育等等，全部都是这个里面的委员。这个意思是说，一个首长如果在里面，他重视这个交通的安全的课题，他任何教育就找教育这个局啊，警察局的执法、交通局的工程改善，他直接可以下命令，而且他会把大安放在他的这个心中，因为他是直接看到，就像我在看这个数字一样哈。这个像这次的这个增加43个，在我大安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心情都很沉重一样，所以也会很着急希望说来改善。所以我自己所有的大安，就今年大安委员会我都亲自主持了哈。那我的重点是因为我参加的时候也一样，交通部各单位都在。像我刚才谈到幸福小黄巴士，就请工总马上处理机车的考照请工总处理等等的有一些补助就请大安这个我们委员会的同仁直接处理。这个就是一个希望说首长重视，然后你在当下你可以做一些这个立即的一个决定，让这个大安工作能够迅速改善。好，我补充到这里，谢谢。谢谢部长补充。那我们接下来是媒体提问时间，有哪一位要提问的？好，伟奇。是部长，就是里面有提到那个你们要研究做那个驾训跟考照的改善。那现在有初步方向吗？是未来可能要考照都要上驾训，或者是考照的项目会有什么改变之类的吗？这个我们有关那个就是驾训这个部分，当然刚部长也有特别，我们一开始是明年这个名额会再倍增，就是由2万变成4万，变成这种4万。那至于说考照的这个方式，我知道那个工作总局现在正在研议，比如说也许可能，比如说像补助的方式，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对象，会有不同的补助的？他们有在做研议，到时候会跟部里面这边再来沟通，我想先进行这样的说明。就初步我来看，就是说第一个驾训，因为机车组这个有很多，比如说考完照以后，他就直接到一个复杂的一个交通环境了
那过去在提到比如说考照里面是不是只有在这个考照场那边机车做好，有没有需要路考类似的然后另外就是驾训班里面的这个训练等等的所以我也有请他们，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一个是不是进一步对于机车主让他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这个确定他的资格了比较严格的方式然后让他来上路那高龄者的部分，我们对75岁以上有驾照的这些管理那但是在过去实施的时候，曾经对75岁以上是既往不咎，所以也有一些人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对于这些人有没有用一些鼓励的方式？事实上，工总也有在做他们比如说用这个发信函的方式鼓励他来缴回驾照等等的。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谈一件事情，你要让他缴回驾照，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运具的替代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说幸福小黄、幸福巴士这么重要所以我想说整体的部分也交给工总再做一个比较这个深入的一个这个研究我也期待了如果基于机车像刚才谈到1到7月我们总共1735位死亡，里面机车是1124位可见这个机车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部分智慧。部长延续刚刚讲到，对，就是那个考照的一个检讨，是不是可以讲说我们有在评估未来机车考照的部分要增加实际道路的一个路考吗？我请工总再做一个研究因为的确就说机车主有时候机车的发生的肇事不是只有机车主，不是我讲很多他说是被伤害的一方那当然也有一些他是要违规的部分那我觉得在路考部分，我已经请工总来做一些研究，因为你只有透过这个道路的了解包括你本身应该遵守怎样的规则，同样你有防御驾驶的一个观念也知道说什么车会对你造成伤害比如转弯车或是一些这个在混合车流里面这个他们所产生的这些危险等等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一些比较实务让这些机车主能够更了解这个环境，再进入这个环境所以我请他们作为研究。现在虽然还没有确定，但是我期待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出来。好，还有其他媒体要提问的吗？都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先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